The time for female to give birth. November, December is the time for the impala to give birth. So we're having overpopulated impalas in Kruger National Park. It's about 50 to 60,000 impalas in Kruger National Park. 浓厚的南非英语腔，克鲁格国家公园大探险、大冒险，追寻野生动物的足迹。我们把早上坐的这个车子呢，棚子全部打开来，变成了敞篷车。来到非洲，不容错过的就是非洲原野的体验。很热哦，但是呢，这种热抵挡不了收乌狼内心的热情跟激情的。南非的原野体验，首推就是克鲁格国家公园。克鲁格国家公园绝对会是在旅游体验上全新的感受，全新的感觉。克鲁格国家公园，你知道吗？差不多有半个台湾左右那么大。这一个19000多平方公里，怎么算？非常的大，半个台湾全部都是野生动物。你看，我们从门口进来就野生动物了。现在看到了长颈鹿，这些所有的车子就是这样采用露天的模式啊。而且在看的时候呢，刚开始呢，也许很多人以为呢，可能会看到非洲狮子啦还有一些猛兽啊，所以上面也有人带着枪随时保护我们。不，没有这一回事啊。这些动物们其实也知道呢，可能会有观光客来看他们啊。基本上有固定的路你看地上那个蛇野生动物就全部了，等于是这个地方呢不是人住的，是野生动物住的啊。那你说这个地方里面有没有饭店啊？当然有在克鲁格国家公园里面是有饭店的只是住在这里面的饭店呢，你伴随的是晚上听到的是动物的叫声官方设立的国家公园附近还有很多的私人保护区，把它合成起来叫做大克鲁格。为了让动物们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性比如说野猪在有些的区域内做最大限度内的自由迁移以及活动。接下来呀，牛，过来，转头，你过来。非洲野羚，酷的，哇，好大一只哦！每台车都有无线电对讲机点在这样子在传输。克鲁格国家公园有500多种鸟类，300多种树，以及100多种的哺乳动物这些哺乳动物当中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在动物园看到的狮子大象水牛犀牛跟猎豹。我们刚刚也看到了羚羊等等的水鹿等等，太多了。你要把它全部介绍完有一点难处，还要看你看到了什么对吧？来到这个地方，绝对是南非从 Johannesburg 约翰尼斯堡南非著名大城出发来到这个地方。你看我们3台车就轮流，就是我3台车就轮流，车子停下来，因为要过斑马线嘛，这旁边就是斑马。所以刚开始大家看到野生动物很开心无论说如何小声大家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内心的呐喊就把内心的呐喊幻化成外在的呐喊所以打开动作滑也很难控制自己的声量，但是其实声量太大有时候会变成这个动物的食物所以还是小声一点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3台车这样川流的啊，大家互相 say hello 啊，互相在克鲁格国家公园里面呢这样子穿梭的。这个国家公园入口有9个啊，南北跟中间啊。每一个入口呢，会有因为你住在附近饭店的不同或营区，这里还有露营区哈。那营区的不同而选择不一样。它明明就是蓝鸟啊，飞机的这个不了。眼睛是黄的。对啊，哇！刚刚那个弯。来，请帮我介绍一下上面那一只鸟，叫做是蓝色的鸟。蓝鸟。这一些野生动物停在各个地方。那我们来到这边，其实是在这个第一个休息站里面用餐的用餐。沿路上来很多的路啊都是石子、泥土，也有路都有了啊。小野猪，非洲野猪啊。Confirm it. It's illegal. Oh, very good, legal. They look like dinosaurs. See it in their eyes. 看到很多大湾嘴鸟这一些非洲特有的鸟类，自然生态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脚边。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啊，当然你不会触手可及，你看那个嘴啊，动得了还得了哈，老会老低，当然不可能去摸它，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刺激啊，也很兴奋啊，因为很难得可以跟野生动物这么的接近啊。虽然沿路上呢，你说有没有点辛苦？当然啊，因为呢，它探寻野生动物呢是需要消耗体力的，虽然坐在车上，但是也要消耗体力的。为什么？因为兴奋啊。你看它多细心啊！它整颗苹果，它怕它没有办法啃，它用嘴巴慢慢咬。松鼠叫这碰气嘛啊！我看到那个，那是松鼠还是花栗鼠啊？不是花栗鼠。可它很小。live 的猎杀秀，怎么可能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国营公园内修建的柏油路啊，但是路与路之间基本上呢，根本远到看不见啊，一望无际的原野风貌，很多路与路之间的串流，都还是靠着这些石头泥子路，在原野当中这样晃啊，在外面晒着这种太阳啊，有棚子了哈，棒啊！而且你可以自驾哦，你买在给你开车去来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哦，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基地啊，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基地，非常危险啊，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猛兽啊，
而且你参加他们的 tour 啊，因为旅游这那车在里面，你比较容易看到野生动物，因为他们都知道今天的野生动物哪里有，今天的野生动物聚集在哪边，每天会有野生动物的路线预报图。What called the choma? Aha. What do you call it? Hippo? 鳄鱼 Or crocodile crocodile, and this is a hippo. 我们整排车子呢就停在这边，看到河马，差点讲犀牛，河马旁边有什么鳄鱼。那五大动物啊，在这里面呢是犀牛啊，还有河马，我们都有看到啊。在这边呢，有时候呢，大家都会停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到一堆车子在那边，其实就是有动物了。这一些里面的游园车，他们会互相通报。第一个映入眼帘刺激的动物来了，豹啊，豹来了啊！这个豹还有分猎豹跟豹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呢，10几辆车就关着一只狮子，也是公园内的一大特色。看到那边哦，其实这一次的画面稍微有点晃动哦，没有办法，因为呢沿路上呀这样到处找动物，一路上这样拍哦不太容易哦。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气温呢会飙涨到38、39度等等啊。那你看看啊，猎豹在那边有没有睡吧？啊，那看了更加侪车，为看一架狮啊，哦，更加侪啊。奇怪，大家都想要看，就是这是一个人很奇妙的生态啊。越危险的动物，我们知道危险，但我们越想近距离的去看它。这个情况呢，就好像是什么？我们像高空弹跳，觉得很危险，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刺激。人的本性是有探险、冒险精神的。非洲豹是豹的亚种之一，分布于非洲，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主。现在也面临着栖息地逐渐的丧失啊。目前它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临绝种的物种。所以当我们来到克鲁格，就可以知道他们为了国家、为了动物所做的保护策略非常非常的多。Stocking the mala and the 13. So you can book a lesson. 狮子，哎呀，狮子来了啊！我们距离狮子非常的远啊，你戴望远镜你才看得到啊，但我的摄影机刚刚好可以拉近距离去看啊。这个时候的狮子呢，懒洋洋的，都是母狮跟小狮子，就聚集在这边呢。I was sleeping, Yeah. Then hunting. So as you can see now, they are food. Those are the female with the young ones. OK， 他们才会留下来。有小狮子，我看到了。小狮子在后面。哇，1、2、3、4、5、6、7，有小狮子，有小狮子。
洲水牛，非洲水牛平均高度呢1.4到1.7公尺啊，这个体重呢有400多公斤到900多公斤呢。你要看它在什么季节哦哟，这是一种非洲的牛科动物啊。这种每天它花8个小时到10个小时的进食啊，而且会把食物呢反刍出来啊。那每一年呢，它大概呢发情期在3月到5月啊。它很特别，它生存的威胁不是狮子哦，狮子有时候是5、6头都没有办法战胜一头强壮的水牛哦。这水牛狮子还会怕野港哦，吐流料，那个狮子会死掉的。生存的威胁首推是疾病。18世纪的时候，牛的瘟疫也几乎灭绝了。主要的敌人是狮子啊，美洲的尼罗河啊。重点是它每一年的6月到9月。在非洲的肯亚呢，就会有一次的所谓的动物大迁徙啊。这个动物大迁徙就不简单了哈。我们这一次来到克鲁格国家公园，有探险冒险的感觉，对不对？听说呢，肯亚它那种环境呢更加的辛苦啊。但是你知道吗？更特别的是，我们这一团呢几乎都是探险家。我们的探险家们呢，对于这个行程的内容呢，完全呢。发挥了冒险家、探险家、旅游家的精神啊！对于这一种各式各样在旅游上面所带来的，不管是比较艰苦的、辛苦的体验呢，他们都完全融入其中。所以每一次几乎我们可以看得到类似的行程，我们可以看得到固定在拍片的主角们，真的太棒了！谢谢你们能够带我们环游世界，让我们能够拍下这一切美丽的画面。国家公园看动物已经是最舒服、最爽的啦啊！如果是到肯亚去呢，听说肯亚的动物呢更是原始，那连柏油路都没有啊，所以肯亚走起来更辛苦了。但是肯亚看到的呢更是刺激，尤其是每一年在暑假所产生的动物大迁徙，看到大批的动物在迁徙，更是震撼的状况。那小象在喝奶啊，在这可以看得到这一种，反正动物的原始风貌都可以看得到，这是非洲象。我们常说大象，其实大象还有分哦。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亚洲象，非洲象跟亚洲象不一样，非洲象的耳朵比较大，亚洲象的耳朵比较小。非洲象的象牙呢，那个雌雄象都是明显外露。亚洲象只有雄象牙出来，所以不太一样啊。这两种体型也不太一样。来，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要休息的景点呢啊，车子开啊，我们就又停在另外一个平台高原之上。
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一些车子在停靠的地方，这些车子在停的地方，它是要观察过的，而不能随便停在一个树丛里面呢、下来10个人，然后上车只剩3个人了，都被吃掉了，是没有那么可怕了。但是呢，它这个还是很重要啊，它这个会停在一个高地上面啊，让大家可以在高地俯览，而且高地也是最安全的。所以这里面很多时候跟随着国家公园里面的吉普车是比较安全的。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在国家公园入口附近有很多的民宿跟饭店啊，都面河，看到的景象最自然，非常非常自然的，所以完全不一样。然后再来呢，在这里不同保护区的司机之间呢会互相通知，看到动物的几率呢远远比你自驾来的大。自驾在里面，你想想看，它有半个台湾那么大，你会亏到信不信盖实在跨得懂不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呢，进来这里面真的要坐国家公园的车，你才能够看得到，你才能够看得到所有最详细的动物在这里面。还可以室内看看。而且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特别点，规定的时间之内，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国家公园，不管哪一种方式，车子都只能开在柏油路上。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能够下车，不能够用空拍机。收我啦，一般园区来也是绝对不能够下车的。你想下车上厕所拍照都不行的，为什么？就只能一开始早上就留着了啊！真的啊，如果你这个膀胱超级1-2个小时就一定要上来，然后呢，你又想怎样？你一定要非常想来这个非洲大探险穿尿布啊！真的，他完全不能下车啊！这下车有危险哦，有危险的。下车是禁止的，你只要一下车呢，他们就完全不管你的事，这是你自己的问题。那现在看到的是非洲的野狗，没有看过什么，没有看过不知道。这种狗，一群非洲野狗连狮子都怕这个非洲野狗很厉害非常可怕。非洲野狗是一种成群的动物成群的动物不一样所以这一种看起来其实有点丑陋的狗野性非常的强那有时候你在晚上住在国家公园的饭店里面，就可以听到他们集体在呼叫下车来观看动物啦，只要有下车的地方就安全了，那也是唯一你能够上洗手间的地方。选择自驾行，有时候很麻烦，还不一定找得到路这里面的 GPS 有时候是失去信号的，因为它没有架设基地台GPS 有时候是完全收不到信号。在这里面非常多的动物，还有很多是私人保护区。就是克鲁格国家公园，除了是国家景点之外，还有一些是私人保护区在这边就看看你走上哪一区你要全部走完不可能费用也不便宜所以一般来讲呢，来1天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你不太可能说呢从头到尾都在里面哇塞，动不上一点你看大家都包干那些日头怕晒太阳在这里面再怎么样其实呢，大家打起了精神就是沿路上整路下来呢，算是呢很丰富小娃那些人家被夹过去了。
都很难得呢。大老虎出来。一连串克鲁格行程走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离开啦。离开了以后呢，我们顺便呢，可以看得到沿路的非洲在这个时期有的紫薇花。现在这个季节，然后到11月中旬左右就开绿叶子已经出来了。它是10月中，然后它是在长叶子之前先开花，这个花完了之后一开始下雨呢，花就会掉了，一掉了叶子就出来了。那这水红色的，下雨过后，这水红色的，水红色是另。在这个时候来可以看得到紫薇花，在南非看得到紫薇花，在阿根廷，在南美洲也看得到紫薇花生产在南美洲，还有南非等等南半球地方的紫薇花，在这个季节来，因为它四季刚好跟我们相反了，所以在我们的秋季的时候，刚刚好就是它们的春季。我两伯啊。到处都有这一些非洲著名的舞蹈表演，他们的音乐通常呢充满了震撼，充满了欢乐啊。那现在很流行这种到处都是这种框架，尤其是来非洲南非这个地方啊。那紫薇花当然在峡谷里面就没有啊。紫薇花真的很看运气啊。现在呢花季呢能够抓得到，能够看得到阿弥陀佛啦，已经很厉害了啊。南非高原的最高峰当属于东北的德拉肯斯堡山脉。这个德拉肯斯堡一直横跨很多地方了，海拔高达了3500米，在非洲算是非常高的山啊。这个德拉肯斯堡处处可以见到断崖、绝壁、峡谷，是南非地理地质学上的一个奇观，而布莱德河峡谷就位在其中啊。布莱德河峡谷冲刷出来的瀑布布莱德河峡谷，从德拉肯斯堡向南山脉被河流冲出了深邃的峡谷，延绵800多米。这个瀑布其实天然而成的，在这就冲刷出了一种非常著名的景点呢，就是洪水漩涡，这样波蚀千万年而形成的巨大的桶状深洞，这里也被称为叫做伯克幸运湖，跟湖的形状是一样的湖穴谷，所以这是布莱德河峡谷当中出现的让人最震撼的感受。这个最震撼的感受就在这个地方，让你看得到这些奇妙的地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跟雕刻的是一样的感觉。有没有看到这些特别的地形？很特别吧？
南非的布莱德河大峡谷还有上帝之窗，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的风景美丽的景色。在这国家公园之内，在这整条从约翰尼斯堡一路往再回约翰尼斯堡到克鲁格国家公园，再从克鲁格国家公园要再回到约翰尼斯堡的路上呢，这整个自然环境的景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当你真正进入到这一个区块的时候，你触目所及几乎都是在看野生动物跟自然的风景。其实在旅游过程的条件呢，当然你要比上一线大城市是很难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一直认为能够提供出这样子的水平呢，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毕竟这个地方是以原野、以原生态、以旅游探险不一样的景观特色而作为一个诉求的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还有它其他的保护区跟它的地质国家公园等等呢，全部都融合在一起。那位于现在这个地方是位于姆普马拉加的境内，就是德拉肯斯堡悬崖向南冲出了深邃的峡谷。这个峡谷呢，也被称为布莱德河峡谷。布莱德河峡谷冲刷出了波克、幸运穴这种湖穴谷。讲那么多，一样从天空来看看所有美丽的景观吧。我们的空拍机终于起飞了。飞完之后，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地方了飞完之后，我们一样沿着这个山脉，沿着这个高地在走，沿着其实外围的布莱德河峡谷走。我们在前往布莱德河峡谷奇观所冲刷出来的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柏林瀑布。柏林瀑布呢，是从80米高的高处呢，瀑布就这样飞到深潭当中是另外一个。也是比较自然的景色啦我们现在来到了柏林瀑布，柏林瀑布附近呢还有一个叫上帝之窗